大家好，我是黑 Jones 首席电工。上周沉寂已久的运动相机市场终于迎来了一位新的教习者，他就是来自大疆的 Osmo Action。那么它与以前的运动相机之王 GoPro Hero 7相比如何呢？这期视频很简单，就是比较一下 Osmo Action 和 GoPro Hero 7在相同场景下的拍摄能力，看看哪一个更适合你。搜索关键词黑 Jones， 关注银河系最酷的无人机团伙，更多精彩等着你哦。为了保证对比的公平性，我们使用了配件将两款相机硬连接，并通过自拍杆将握持点固定在了中心，以排除拍摄角度的干扰。防抖部分，作为运动相机，防抖自然是最重要的项目，优先级甚至比画质还要高。首先，我们在正常步行中对比，可以看出在行走场景下 ，Osmo Action 和 GoPro Hero 7的稳定效果差别不大，都可以感受到相机随着步伐的起伏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跑动场景下。这里我们拍摄了 4K 30帧和 4K 60帧进行对比，可以看到 Osmo Action 的稳定性还是明显要比 GoPro Hero 7好一点。体现最明显的就是 Osmo Action 在晃动时没有 GoPro 的那种顿挫感，整体更加顺滑，非常像机械云拍的感觉。视角部分，相信很多观众已经注意到，从对比画面中可以看出 Osmo Action 的视角比 GoPro Hero 7要窄一点。个人猜测是为了更好的防抖而做出的牺牲，虽然这一点视角几乎不会影响普通消费者的拍摄，但是对于某些极限运动而言，超广角的视角有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慢动作部分，慢动作拍摄是运动相机最常用的功能之一。Osmo Action 和 GoPro Hero 7都支持 1080p 240帧的慢动作，凝视效果都很不错。不过，帧数相同的情况下，拍摄出来的画质却有一定的差距。对比可以看出，在240帧下 ，GoPro Hero 7的画质相对更差一点，草地没有了细节，发丝和皮肤的颜色也缺少层次，整体锐化痕迹比较重。而 Osmo Action 的画质更自然一点，细节也更多。画质部分。说到画质就展开讲一下，就 4K 而言 ，Osmo Action 和 GoPro Hero 7的分辨率和清晰度差别不大，而很多人喜欢的 GoPro 色彩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，这是因为 GoPro 色彩的对比度和饱和度更高，也有一定的锐化，所以色彩更鲜艳。相比之下 ，Osmo Action 的颜色更自然，对比度也比 GoPro 保守，黑色不会落入到死黑的范围。两者的区别更多是风格的不同，并不涉及优劣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 GoPro 色彩鲜艳，方便了直出分享，但如果光线不佳或者白平衡不准，会有救不回来的风险，比如夕阳下的肤色会出现这样的偏色。而 Action 的色彩虽然直出不如 GoPro 鲜艳，但是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直出和后期，色彩调整的空间要更大一些。屏幕延迟。不过 Osmo Action 也有一点体验不太好的地方，就是在开启防抖的情况下，屏幕会有1/4秒左右的延迟。相比之下 ，GoPro 就没有这个问题。虽然1/4秒的延迟还不足以影响构图，但是还是希望官方可以尽快推出固件解决这个问题。收音，我们在自拍角度，两个都在默认设置下进行了收音效果的对比，大家可以听一下。有一架飞机从我的头顶飞过，差点说成楼顶飞过。听到了吗？大家有没有听到？有一架飞机从我的头顶飞过，差点说成楼顶飞过。听到了吗？大家有没有听到？然后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一架飞机飞过去。然后你们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一架飞机飞过去。可以明显的听到 GoPro Hero 7相比 Osmo Action 的环境噪音要更多一点， Osmo Action 则明显对背景噪音有一定的降噪处理，这一点在音轨的波形图上也可以看见。如果是运动拍摄，其实影响不大，不过对于需要对着镜头讲话的 Vlog 拍摄而言， Action 还是明显要更适合一些。提到 Vlog 就不得不提 Osmo Action 的前屏了，这块方形屏幕虽然小，但是拿来构图是足够了。与没有前屏取景的 GoPro 相比， Osmo Action 仅这一点就可以吸引到很多以 Vlog 为首的自拍人群，特别是当你需要在镜头前与其他人或者物体互动的时候，它可以让你清楚地看到自己与其他物体的构图关系，这种无和有的区别带来的方便是显而易见的。除了视角稍窄，屏幕存在延迟和直出色彩没有 GoPro 鲜艳之外， Osmo Action 在其他方面的拍摄体验相比 GoPro Hero 7已经不遑多让了，甚至在防抖、慢动作还有收音这些核心体验上， Osmo Action 还要更胜一筹。
另外，前屏的存在也让它的自拍体验脱颖而出，更不要提它的价格还要比 GoPro 7便宜小1000块呢。所以总体而言，如果你不是有 GoPro 情怀，或者是特别中意 GoPro 色彩的人， Osmo Action 的性价比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关注黑 Jones 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我们下期再见。